在上期节目中，我们做好了物品分类。这边呢，我把家里面的一些物品都搬到这里来了。别看我现在只搬了这些东西，还有很多东西都没有搬。这些已经花了我很长的时间来处理这些物品了。然后我只是把这些东西搬到箱子里面来了。但是呢，上面的漏斗里面分类的物品我还没有放。其实上面漏斗都是空的，我还没有做那个分类。然后在上期节目中也有小伙伴提到了，你可以拿一个比较廉价的东西，然后给它命个名，命完名之后再把它放到这里面来。第一个格子呢，就是我们要分类的物品，把它放进去。比如我们这个箱子是铁锭，我们就可以拿铁锭放到上面来。然后第一个格子呢，就是放上我们需要漏下去的物品。大家也可以尝试的像这样进行自己的物品分类。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，我先来读一下最近的充电名单。我看到又有好多小伙伴给我充电了，这里也是表示感谢。先来看一下这些小伙伴的 ID 啊，这里我就不念了，这边人数有点多。还有这边充电有100的就给你送一个铁块啊，让你站得更高一点。还有这一边。那么也是非常感谢这一些观众们的支持。那么这里呢是我们直播间的舰长，这里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啊，就给你做了一个类似于战舰一样的这样的建筑，我们可以到天上来看一下。这个建筑也是我临时随便搭的，我觉得还不错，还有点像。好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边的物品分类，我现在又做了一些什么改动。我们要丢物品呢，可以从这里直接丢上去啊，按一下这个按钮，就可以把它们推到上面的物流管道里面去。只不过呢，我还没有做分类的，我只是把物品分门别类的丢到每个箱子里面，但是这里面的漏斗里面并没有做那些分类的处理。这边的按钮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设计啊，按钮下面是一个粘性活塞，这边放了一个粘液块，我们把需要分类的物品把它弹上去。这边呢是一个侦测器，侦测器啊首尾相连，一直连到上面去，就可以把信号传递给这个活塞，把它往里推进去啊，就推到上面的管道里面去。那么这最上面的管道呢，这里仍然是用了上一期我们说到过的海报菜，将它进行拐弯。这边的水流呢是让它顺着这上面3排分类机一直流到最后一排，流到这一排呢，拐个弯下降到这中间的这一层箱子，最上面漏斗呢是漏到最上面的箱子，从这里下来就可以漏到第2层的箱子。当第2层的箱子漏完呢，最后再把它送到第1层的箱子。我们可以顺着这边的水流跑过去看一下，由于中层和下层的水流呢，我们可以看到是在一条线上的，所以直接让它从这里掉下来，再顺着这里的水流往里面流就可以了。那么我们这个分类我们要怎么样把它放进去呢？最下面的箱子我已经放了有分类的物品了，但是里面我只放了1个，这里必须起码要是41个以上。那么我们怎么样进去把要分类的物品丢进去呢？这里我们直接进是进不去的，但是我们可以有鞘翅，对不对？我们鞘翅像这样飞进来，就再往里面放，所以这还是很麻烦的。所以这里的分类机我们最好还是先把物品把它放好，然后再把上面盖起来。那么这里用到的这个弹射装置呢，其实还是有点问题的，它并不是说有的会弹不上去，不是这样的。因为你如果一次弹很多物品上去的话，那可能就漏斗就没法一次性接收那么多物品，就会导致它能够分类的物品顺着水流往后面流走了。流到最后呢，我会把它接到这里来。这一边的箱子呢，主要是用来分类数量极多的物品，就比如原石，我们可能会分类出很多，需要4个大箱子。这边呢就放了很多漏斗，全都是朝着这个箱子漏的，一个分类呢就给它分配4个大箱子。最后我们看一下这边的水流是怎么样结束的呢？最后会流到这里来，这里我弄了一个气泡柱把它冲上去，最后呢冲到最后一个分类啊，这个分类全都是大分类，把它流到末尾之后，这里一定要把它跟头啊，跟这边的头部连成一个循环，这样是最好的。如果第一次没有被分类的话，就是我刚刚说的那样，物品很多，漏斗一次吸不完，它就只能等第2次再流到这里来再吸，或者呢
这里就不要这样设计，不要用这个弹射装置。这个弹射装置，你可能物品在上面留的时间太长了，过了5分钟，结果还没有分类完，你的物品就消失了。那这根本就不是分类机，应该是吃物品机。所以上面最好是放一个，首先要有漏斗的缓存区，然后再给它安排一个发射器或者是投掷器，把它们物品一个个的投出去。你如果一次很大批量的物品从上面流过去，它肯定无法分类，所以呢需要用一个发射器。但是光一个发射器是不够用的，所以很多物品还会堆积在它的后面，所以它的后面呢必须要放一个很大容量的缓存区，就比如漏斗啊，或者是箱子之类的，把它暂时缓存起来，然后一个个的往管道里面去喷射，让它一个个的分类，这样呢效果会比较好。那么我再来给大家讲一下我的分类区域的安排。这边离地狱门最近的就是我们从地狱交通出来的地方，最下面我就是放的是一些红石元件以及跟红石相关的一些东西，这样呢我们可以从地狱门里面出来最快的时间啊，拿到我们想要的一些红石工具。由于我们玩红石生存呢，肯定这些红石的这些部件啊用的最多，所以呢我就安排在这个门口。那么第二排呢是用来放一般的材料的，比如铁、金，还有这边的煤矿。这里还准备放青金石，还有青金石和青金石块。这边是放绿宝石、绿宝石块，这里是放石英，但是我暂时还没有把它拿过来。后面呢就是放各种各样的一些原木还有木板。那么第三层呢是一些建筑材料啊，这边呢主要是放一些不完整的方块，比如半砖还有台阶什么的。上面是放一些也是属于建筑类的装饰类的。这边呢就是放一些物品，比如这里的树苗我已经把它放过来了，但是我们还没有在展示框里面把它展示出来。先放树苗，然后农作物以及怪物的掉落物以及其他的一些杂物都放这边。之前我们做物品分类呢，也是把这边的木头都用的差不多了。如果我们在做大工程需要很多漏斗和箱子的话，那么我们也不能总是靠这里的刷怪塔来产出的骨头来给它提供骨粉。其实我们还可以利用堆肥桶来批量生成骨粉，这样的话效率不仅高，而且呢我们也不用在上面挂机，我们可以在这里直接开着树场，然后就可以得到源源不断的骨粉。那么一说到堆肥桶呢，肯定首选就是灵替洛沙来生产仙人掌或者是甘蔗。这里呢肯定生产仙人掌会更加方便一点，不需要用活塞来推，直接在上面放方块，然后将仙人掌掉落物进行收集就可以了。这里的堆肥桶呢，我就做成跟高速熔炉一样的，每一边都放了24个漏斗，上面堆肥桶呢放了23个，还有一个漏斗就是在下面，一共是24个。因为放24个漏斗呢，就是它能够最大传输物品的速率就是24个，放多了那可能漏斗就传输不过来。然后我们要在所有的堆肥桶上面再给它放上漏斗。由于堆肥桶呢，它是可以自动输入输出的，我们只要把，比如仙人掌我就丢一个啊，因为我待会还要用仙人掌的，我就丢一个。等等，我怎么把它全都丢进去了？好，现在它已经有这么多在里面了。如果它满了的话，它会自动的从下面的漏斗里面送到这边的箱子里。这里一共有4个大箱子。我们还是老办法，在上面呢放上引火，每个引火之间呢是隔了3个格子。如果觉得引火上面的烟雾很烦呢，我们可以用水桶把它的火给灭掉，然后再在引火上面分别都放上船，看一下它有没有放正，没有放正就得重新再放一下。放的时候不要把这个船给碰到了，否则它很容易就歪。然后我们要在船的斜上方放上漏斗矿车，就像这样把它给挤下去。每个船上面呢，我们都要放上4个矿车，然后把矿车的头顶上呢，再给它放上沙子。这个没放上啊。每个落沙上面的玻璃我也已经把它给放好了，我们待会呢就是往沙子上面放上仙人掌就可以了。那么之前也看到有评论说，他说为什么他做这种灵替落沙就做不出来呢？这个是有原因的。如果你把沙子你放在这一格，放在它的正上方，这个沙它是不会产生这样鬼畜的效果的。也有可能是你的版本不对，必须要是 1.14 的版本， 1.13 和 1.15 都不能用，而且基岩版应该也是不能用的。那么上面的玻璃要怎么放呢？如果有新来的观众看到这里不知道怎么放这个玻璃的话，可以看看我以前的视频。好，那么这样一个产骨粉的机器我们就做完了，但是现在我们没有做漏斗矿车，我们来
要做4个，下面最好是做4个。每一条轨道上面啊，我们要放2个漏斗矿车。如果只放1个的话，可能它的矿车容易塞满，所以要放2个。好，第1个，第2个，这一边，好，我们也在这里放啊。第1个，第2个。那么这个原理就跟高速熔炉差不多的，可以看到这下面的粪桶里面的粪呢，还是堆得挺快的。现在出了几个？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，这个效率还行。因为这个矿车我是后来才放的，所以里面之前还堆积了很多仙人掌。现在一次性出来的话，这个骨粉它的数量长得还挺快的。后面的话大概1秒钟2到3个吧，反正看到这个速度还可以。我们以后开这个树场里面的骨粉呢，就靠这个机器来提供就够了，我们就不用在这上面去挂机挂这个刷怪塔挂机也比较麻烦，还要到下面去拿骨头还要把它分解成骨粉。我们这边就直接从箱子里面拿，然后丢到这里面去，或者你可以直接把这边的骨粉都接到这里来，只不过接到这里来容量要大，不大的话很可能就爆箱了。好的，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，现在已经有1组多了，还行，我根本就几乎没怎么挂机，现在就有1组多了。那么本期节目呢就到这里了，如果你还有对红石方面有不明白的一些问题呢，欢迎来评论区留言讨论。那么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